各位網友，嗱呢段片啊，係因為發生咗件呢一個係標誌性嘅事件啊，Gallup 蓋洛普民調停止再調查嗰啲政治人物嘅受歡迎度啊！我呢條片我係想解釋下，俾一啲支持 Donald Trump 嘅人聽下。你無論係左定右都好，都唔緊要。但係呢，嗰個遊戲規則咧係要保持嘅。如果你破壞咗個遊戲規則呢，你以後就一定係跌咗落去呢一個威權政府入邊。好啦，湯牙好犀利啊！88蚊3包煲唔切嘅，呢個就係和牛漢堡又係咧28蚊一個。蓋牌，哇！我估唔到呢啲嘢會喺美國發生嘅。即係如果你叫我一年前估呢，我係完全估唔到，因為 Donald Trump 喺佢第一日任期咧都冇咁做，停止追蹤美國總統支持率。美國民調機構 Gallup 追蹤美國總統支持率80年，而家停止追蹤美國總統嘅支持率。喂，呢個係一個長期嘅傳統，呢個長期嘅傳統竟然喺呢度終止，係美國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呢個反映咗 Gallup 對公共研究方向嘅思想引領地位嘅轉變。否認係遭到 Donald Trump 政府施壓嚇，呢一個嗱佢一定要咁啊，因為咧你就算係話 Donald Trump 政府施壓，而我停咧都會俾 Donald Trump 報復。舊年12月 Donald Trump 呢個 Gallup，Donald Trump 最低嘅支持率係36%，係歷年最低嘅紀錄之一。舊年2月嗰陣時咧47%，跌咗11個百，大幅跌落11個百分點。當時 Donald Trump 話呢個假民調應該被視為犯罪，呢個係 Donald Trump 喺2026年1月26號嗱嗰日之後咧，好可能咧就 Gallup 咧就開咗幾日會，就決定咗呢個行動，而家先宣佈出嚟嚇2個零禮拜之前啊，喺 Truth Social 話虛假同欺詐性民調實際上應該被視為刑事犯罪。哇，好驚喎！所有2020年大選期間報導我嘅反 Donald Trump 媒體都係發表咗佢哋明知係錯嘅民調，呢個佢嘅指責。美國新聞業淪落到此，難道不可悲嗎？我將竭盡所能制止呢場民調騙局 scam 繼續橫行，即係唔準人哋講佢嘅民調係唔得嘅。歷屆總統支持嘅呢個民調，去到最近36%咧，係接近係有史以來最差嘅，有史以來最差嘅。尤其是咁早期啊，係好難得嘅。不利嘅資訊，講啲對你不利嘅嘢咧，傳統上喺美國咧係可以駁嘅，而家咧就唔係愛嚟懲罰嘅。因此公共領域嘅風險定價根本改變，你要估計下，你可唔可以食得受到咁樣嘅風險？民主制度點解可以行呢？其中一樣嘢，輸咗係唔會被抄家嘅。點解民主政府可以和平轉移權力呢？個底層邏輯就係你今日輸咗選舉，交出權力之後呢，依然可以安全地生活，唔會擔心被追殺到家破人亡嘅。贏家唔需要趕盡殺絕。嗱，呢個呢係一個多番博弈之後 multiple 呢個博弈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因為呢家家有求，你今日趕絕咗人哋呢，聽日人哋會趕絕翻你。呢個正係點解要三權分立同司法獨立嘅核心理由，就係制止呢啲行為。保險絲斷咗，新遊戲規則。而家咧最危險嘅就係權力開始用國家機器去懲罰敵人。舊常態，政治競爭制度內結束，輸家認輸，交權之後冇結果。於是新現實咧，新政治競爭變咗生死戰喎，輸家唔敢輸，因為一輸就冇命；贏家唔肯放，呢個咧就變咗係生死搏鬥。即係咧，我好懷疑啊，呢個 Donald Trump 會唔會落台嘅？2020年嗰次咧，佢都拒絕落台㗎啦。如果2028年唔係佢或者
呢個 Vance 佢支持嘅人選贏咧，佢一定話嗰個係假嘅選舉嚟㗎，呢個係，因為咧佢一落台咧，佢會好大鑊嘅，呢個係摧毀舊秩序嘅三把武器，佢係將國家保護機制都變咗政治槓桿，斷崖呢個職涯斷頭台，撤銷 security clearance， 以後你冇揾唔到嘢做。第三，用司法程序去告人，用 DOJ 係徹底地執行，用 FBI 用刑事告人。武器一，人身安全政治化，佢係撤銷咗好多人嘅安全保衞，將國家保衞機制變咗政治懲罰工具。官僚體系開始問：如果我講真話，我唔配合呢個政治，下一個會唔會係我？有咩人呢？我俾大家睇下。當保衞變成籌碼，撤走 Secret Service 呢個對 John Bolton， 當時伊朗話要暗殺佢嘅 Mike Pompeo， 好多人中意 Mike Pompeo 嘅，我哋啲香港人撤銷安全保衞，佢賺大錢啊，可以自己請保鏢啊。前國防部長撤銷聯邦安全保衞。因為佢喺回憶錄中透露執政期間受到嘅壓力，福治撤銷保衞，唔能夠因為替政府工作就終身獲得保護。首先，如果你得罪佢，佢就會撤銷安全保衞，於是你要好危險，你要保護自己咧，好貴。乜嘢好啦？第二啦，等你冇得撈啦，撤銷安全許可。呢個美國政府授予接觸機密資訊嘅，如果你做任何嘢同政府有關嘅咧，一冇咗呢個許可咧，等於無法生存。呢個係精英職涯嘅通行證，智庫國防承包商顧問市場，你唔能夠接觸政府，乜嘢都唔睇得，你係冇得撈。肅清嘅規模，2025年3月嗰陣時咧，一下就15個，而家咧37個，迫使官僚體系咧學乖。你本來你退咗出嚟咧，你好想做顧問噶嘛，係咪？或者做呢個游説，你冇咗最 basic 嘅 security clearance 咧，你乜嘢都唔做得嘅，因此你冇得撈。好啦，武器3，以司法程序消耗敵人，懲罰係過程，唔係在判決。每一個環節都消耗對手多年嘅時間同巨額律師費。佢告你無數人被告無數人被告，目標咧就將政治對手拖入法律泥沼，等佢用晒啲錢為止。過去呢個係依法行政，忠於個制度就得啦。而家要向上交代，對領袖忠誠。三權分立嘅精神喺行政體系內首先崩塌。對外嘅崩壞，從競爭到毀滅，目標轉移。政治競爭呢，就唔係諗下點樣說服啲選民，係摧毀對手嘅生存能力。市場退縮，民調機構收縮，媒體管理層備戰，智庫轉題，承包商遠離政治，於是變咗個靜嘅社會。一旦對手相信反對政府就會拖入法律泥沼咧，社會就自我審查。呢個係寒蟬效應，唔需要靠直接禁令。當市場同個人開始自我審查，民主社會最依賴嘅共同事實基礎就會瓦解。咩叫共同事實基礎啊？我哋一定要有啲嘢大家 agree 咗先嘅。如果唔係咧，冇辦法展開討論嘅。即係譬如我話你呢一個 Donald Trump 話呢個美國俾咗3000億呢一個呢個烏克蘭咁，喂冇3000億喎，咁大家咪對嗰條數咯。咁我哋咧就有一個共同嘅事實基礎，唔係你明明查咗條數係得1000幾億，佢係都話3000億，你話1000幾億咧，佢話你嗰啲 fake news， 大家就冇對話嘅餘地，自我退縮咧就制度崩壞嘅開始。好啦，呢個講翻轉頭 ，security clearance 幾緊要，唔准入政府大樓。
喂，嗰個係幫佢政敵打官司嗰啲律師行，唔准入政府大樓。政府大樓包括乜嘢？法院，佢哋唔可以入政府大樓打官司啊。而咧，佢哋只不過係幫人哋打官司，幫嗰啲佢告嘅人辯護。喂，嗰個問題係點咧？即係咧，美國嘅憲法啊，同埋全世界大多數法治地方都係，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可以獲得有律師幫佢辯護。律師幫佢辯護咧，並不表示話呢一個係認同佢嘅態度啊嘛。因為咧，如果冇律師辯護咧，嗰個被告完全唔識噶嘛，啲法律係。咁我就唔知呢個人嘅權利有冇受到保障，所以被辯護權咧係好重要。你而家告啲律師，就即係有啲人咧就將佢變咗法律上嘅孤兒喎。而家透過針對律師行嘅行政報復，針對媒體嘅天價訴訟、特赦權嘅濫用，無限量拉高，結果啲律師行同佢 settle， 唔敢再同人哋打官司，賠一筆錢俾佢。呢個係切斷司法制衡嘅供應鏈，行政權施壓，律師事務所自我審查，於是冇人請唔到叻嘅律師幫佢哋辯護。呢個係啲大型律計師行如果入唔到呢個法院大廈，點樣打官司呢？於是嗰啲人唔敢幫襯啲大型律計師行，司法獨立實際上被掏空。呢一個係因為佢請唔到好嘅律師，咁佢咪冇得辯護咯？呢個係當司法獨立同第四權受到結構性破壞，加埋全球最大嘅軍事預算，美國內政嘅侵蝕咧係危及全世界嘅。傳媒呢個係第四權風險重估，由編輯室轉移去董事會，總統親自以巨額索償將媒體拖入法庭，其目的唔係勝訴，係改寫新聞業嘅風險編號。新聞判斷唔係再由編採集團主導，係法務部同董事會主導，因為佢哋要睇住個荷包。法務部喂會唔會俾 Donald Trump 告？呢個就係 Gallup 就係咁。關鍵轉變，只要管理層認為同總統打官司會影響合規並購同股價，就立即和解。我哋睇下呢啲我未見過嘅，總統係唔可以喐下去告人嘅。呢個咧就係嗰個好出名嘅判例啊，紐約州嘅嗰個警長、個警務處長去告人，嗰個最高法院嘅判詞就係政治人物嘅得失啊，唔係喺法庭上判決嘅，係要由選民決定嘅。你咪講同選民講，結果 CBS 因為60分鐘訪談話佢剪片唔公平，訪問希拉里，賠1600萬俾佢。ABC 捐1500萬俾總統圖書館。Wall Street 而家告緊100億美金，BBC 告緊100億美金，係嚇到你死為止呢啲傳媒係全部用咁嘅方法嚟到對付，呢個就係好啦。高成本嘅訴訟，企業就驚啦，於是媒體就聽話啦。嗱，呢個當然咧最犀利嘅就係佢未上位嗰陣時咧已經恐嚇呢一個舒克伯格，結果舒克伯格咧就立即唔再做 fact check 嗰啲嘢向佢低頭。佢又恐嚇咗邊個？光頭佬，呢個係呢唔係呢個亞馬遜嗰個呢個 Jeff Bezos， 因為佢有呢個佢係有呢一個Washington Post， 結果佢立即去海湖莊園同佢食飯咯，用3000萬美金賣咗佢老婆嗰個紀錄片，佢老婆賺咗2000幾萬美金咯。咁結果咧上畫咧係撲直冇人睇嘅。呢一個訴訟最致命嘅唔係判決結果，係過程中嘅寒蟬效應。CBS Parliament 嘅和解案震撼業界，政治權力可以直接改寫媒體公司。你要計嗰個風險啊，一計呢個風險，將呢樣嘢 take into consideration啦，獨立嘅媒體就冇咗。呢種傷害難以被公眾即時察覺，長期嚟講，媒體為咗生存迴避
去批評權力。好啦，特赦權、信任破壞器，社會開始相信關係大於法律。Donald Trump 淨係國會暴亂案赦咗1500人，1500人。喂，佢係赦免咗咩人呢？睇下你有冇捐錢俾佢嘅啫。趙長鵬被赦免，班農被赦免，呢個係結果。趙長鵬呢就係叫人如果要投資幣安呢，就要買呢個 Donald Trump 嗰隻 USD1。結果嗰隻嘢呢，幾十億美金，啲人將幾十億美金去咗買咗美國嗰隻USD1 咁咧，然後咧就攞啲 USD1 去投資幣安，咁於是咧 Donald Trump 咧就食晒所有嘅利息。咁又係仲有佢係赦免到咧，有啲佢話最激烈反毒啊嘛，有幾個毒販都被赦免喎。呢個係大量使用。當特赦權冇一致式標準，又帶有強烈嘅政治色彩，公眾對於法治嘅可預測性就會崩潰。特赦將法律後果可預測變咗可以談判，只要自己嗰邊政治選贏就得，同埋俾到錢就得㗎。我睇郭文貴有冇可能冇得特赦？呢種觀感一旦普及，社會就會外化一個最危險嘅信念：法律唔係人人平等嘅，有權有勢就唔使理。呢個就係合理化機制，破解臭蟲論。喂，嗰啲人咧就不停都會講呢啲嘢好奇咩 ？Donald Trump 做嘅嘢以前都有，係唔能夠解釋而家嘅危機嘅。Mega 牌，你以前都告 Donald Trump 啦，呢個就係臭蟲論，大家都有污點就可以合理。Donald Trump 告嗰啲嘢咧係 indicted by the grand jury， 即係大陪審團同意。原理上好多法律界咧都認為真係應該告嘅。過去而家個規模唔同，佢用嘅規模完全唔同。個特赦嘅規模 ，Donald Trump 夠拜登夠特赦 ，Hunter Biden 啦，咁佢特赦得啱喎。如果唔係咧，你睇 Donald Trump 點樣炮製人。過去梗係激烈嘅競爭，而家咧撤銷保護行政報復，變咗可複製嘅壓迫。以前咧你做呢啲嘢咧，你都唔會，你都話冇，我唔會咁做。呢個 DOJ 決定點做，而家唔係嘅 ，Donald Trump 同埋佢嗰個司法部長公開威脅你哋㗎，而係公開宣示、公開羞辱，並且對反對者嘅懲罰視為一種榮耀同展示，係公開做。過去係導致個別媒體受挫，而家整個行業自我審查。過去係官僚摩擦，而家整個官僚體系要向上效忠。好啦，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美國嗰個自由個民主咧係下跌嘅，民主倒退，呢個就係而美國擁有全球最大嘅武力15000億美金，出年全球軍費總和2024年係27000幾億嘅，出年呢佢將會逼近全球嘅一半，呢個係極大嘅、極壓倒性嘅武力優勢。當內部嘅制衡消失，而你嘅權力極大，你嘅武力係絕大，喂，全世界都唔能夠預測個風險係點。美國政治文化經歷一場質變，司法獨立、第四權監督、三權分立呢啲，都從由絕對嘅紅線唔可以跨越嘅，變咗模糊嘅灰線。呢啲制度變增咗係可以愛嚟做我方勝利嘅工具嘅。一旦共識崩塌，制度只變咗紙上文字，冇約束嘅。咁你就要永遠執政㗎啦。如果唔係你一選輸咗咧，人哋亦都會咁樣對付，結果整個美國嘅民主制度就崩潰。呢個就係當一個民主社會接受權力可以不受制衡，危機就唔再係美國嘅內政，而係全世界嘅風險，因為你有咁大嘅武力。好啦，呢隻夏文汐做代言人呢個係我哋收咁風，你講大話，呢個阿咪姐根本就唔係你嘅養女。
你望似佢家姐多啲喎，點解釋啊？今次去韓國就係為咗補貨呢隻 Hankook Life Longevity Complex NMN 五大逆齡成分，每日2粒 NAD+ 益生，仲有百利蘆醇、亞精胺同 DMG 抗氧化，同時修復細胞。香港似貓貓網上店同實體店都有售㗎。想同我一樣青春常駐？快啲行動啦！嗱，好多人咧都食過 NMN 㗎啦，但係從來未試過有個咁樣嘅配方，每日食450mg。呢個咧係配合咗百利蘆醇同亞精胺嘅，呢個係黃金三角嚟嘅，呢個係呢一個咧係同時幾種免疫能力達到嘅，端粒體啦、線粒體啦、粒線體啦、呢個細胞自噬啦、亞精胺同埋抗氧化嘅。大家睇下呢啲論文 ，NMN 百利蘆醇亞精胺嘅協同作用，大家可以 scan 入去睇嘅，呢個係亞精胺 NAD+， 其實就係駁長你嘅端粒體嘅。而家咧就係 NMN 咧就係佢嘅前導體，導致 NAD+ 咧就係增加咗嘅。大家可以 scan 入去睇下嚇。好啦，嗱，歲晚大減價嚇，每年都做一個大減價。今次嘅大減價咧就由1月16號到2月16號。有幾十樣嘢大減價嘅，呢樣係乜嘢嘢咧？呢個就係 Q10 冇減價輪啦，720蚊減到488蚊。大家都知道 Q10 係乜嘢啦？我都話長壽，令你長壽有4種研究中心，其中一個就係線粒體。呢個線粒體咧就係喺你身體入邊嗰個將嗰個糖轉化為能量嘅嘢嚟嘅。咁呢個食4個月㗎，488蚊。咁咧就好抵㗎啦！呢個就係488蚊食4個月，好多人都搶住買嘅呢個 Q10係。